没想到30年前粗制的葫芦娃却成了中国动画片的巅峰，还让日本漫画大师宫崎骏忍不住感慨，原来全世界最好的动画在中国。很少有人知道，葫芦娃是一部用剪纸做成的动画。1984年，上美厂决定做一部中国特色的动画片，来对抗当时正在火热的日本动画。因为没有先进的特效和后期，人物场景和动作只能用手绘完成，然后再剪下来拼接一张画面。就这样，总导演胡静庆带领着50多人的团队，手工画出了187200个画面，耗时2年才一帧一帧完成13集的葫芦娃。而我们之所以用剪纸的方式做动画，一是可以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剪纸搬上荧幕，二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太穷了。92年上映的好莱坞《狮子王》投入4500万美元，平均一帧3058元，而葫芦娃却连它的零头也没有，平均一帧只有7块钱。为了节约经费，总导演只好把原本的10兄弟改成7兄弟。虽然7兄弟的长相都一样，只需要变换衣服的颜色就能塑造7个立体的人物。为了将片子做好，他们绞尽脑汁，使用了各种笨方法。我们有时候会在窗台上就观察，每个人的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，我们就会去模仿某人是啥样，谁想出一个好点子，我就奖励一个老母鸡，然后对着镜子手舞足蹈来模拟人物的动作变换。一段角色的对话和画面匹配到底需要多少秒，全靠导演手中的秒表，就连台词的情绪和顿挫也要精准把握。别着急，我有办法来对付那两小子，你看我的狼牙棒。葫芦娃虽然是虚构的，但其一言一动、一颦一笑都是来源真实的生活。而制作剪纸动画的困难远不止这些，登高爬低的老旧摄影机，1秒24格的画面，动作和背景层的每次变化，即使再微小都要做好标记，做错一点就要全部重来。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场景、每一帧，都是上美厂老一辈艺术家用刀作笔、用心裁剪制作的。中国初代动画是让全世界为之惊艳的黄金时代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，一群只想着做好动画的艺术家，缔造了一个时代神话。原来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中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器官，它就是中医体系中最神秘的存在——人体经络。在中医理论中，经络有着决生死、处百病、调虚实的功能。然而，不管是现代医学或是解剖学，在人体中根本找不到这个组织。许多专家更是认为，人体经络压根儿就不存在。所以，一直有人认为中医属于伪科学。但是古人的《黄帝内经》明确记载了人体有12经脉、365络，它不仅是运行气血、联络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，还是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。所以有人把人体比喻成计算机，不管现代医学怎么拆解，永远也发现不了计算机的操作系统。为了证明经络是真实存在的，来自中科院的祝总湘教授经过30年的研究，终于发现了经络的秘密。祝教授的研究方法并不复杂，利用经络的低电阻特性，用探测电极对古典经脉线沿垂直方向进行扫描。当探测电极触及经脉线时，电阻会突然下降，在受试者身上用绿点表示。当把所有低电阻点连成一条线时，它正好和古典经脉线一致。不只是电击，祝教授用声音学的方法也能发现经络，使用尖头小橡皮锤在受试者身上沿古典经脉线进行垂直叩击。当小锤从别的地方叩击到12条经脉线上的任意一点时，就会听到一个音量加大、高亢洪亮、轰动的声音。现在呢，我就把这个扣针锤移到这个经脉线上。好，这是在经脉线上，您听它的声音，很明显，这2种声音是不一样的。老祖宗的智慧让人感到不可思议，他们很早就发现了经络的存在，还发现了中医学中的许多原理，而我们现代人连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都搞不清楚。这究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进步还是退步呢？一生只剪一次头发是什么样的体验？在这里的每个女人都是现实版的长发公主，哪怕是70岁的阿婆，发质发量都要远胜过20岁的程序员。眼前这个女人的头发已经长到了1.6米，在广西黄洛瑶寨，像她一样留着长发的女人有300多个，这里简直是头发贩子的天堂。不过根据红瑶族的传统，女子只有在18岁的时候才能剪一次头发，剪下来的头发会作为女子出嫁时的嫁妆，此后从18岁到人没都不会再剪头发了，所以头发贩子在这里是收不到头发的。不过令人觉得奇怪的是，村子里从10几岁的女孩到70岁的阿婆，她们每个人的头发都乌黑茂密，在阳光下像闪光的绸缎一样，甚至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。她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当地人保养头发的秘诀很简单，他们从来不用任何护发素，主要的奥秘就是
这些装在坛子里的洗发水。想要制作这种洗发水并不难，首先将刚刚收割的铜和米倒入碾子中碾碎。这种古老的石碾脱骨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骨壳中的维生素 B。将碾过的米粒进行淘洗，滤出奶白色的淘米水。淘米水是制作洗发水的重要原料。然而，仅仅是淘米水还远远不够。关于秀发的保养，没有人比眼前这个74岁仍旧一头乌黑发亮的老太更有发言权。今天，她将公布这个足以挽救上百万人秀发的秘密，那就是在淘米水中加入柚子皮、麦麸和一种神秘的中草药。至于是什么中草药，我们不从得知。看来老太还是留了一手。接下来将它们一起熬煮，伴随着温度升高，柚子皮中的维生素 C 以及茶麸中的茶皂素都溶解在了淘米水中。最后将其放置在火炉边发酵1周，淘米水就变成了这种弱酸性的米醋。这一坛子不仅是洗发水，也是全村人长发的希望。根据红瑶族的习俗，女子的头发越长，未来的福气就越长。长发代表着长长久久、兴旺发达。正是这样一头长发，吸引了一位前来旅游的男子与潘永燕相识、相恋。女儿盼着出嫁，妈妈却舍不得，一边流着泪，一边为女儿梳洗着头发。这头秀丽的长发，既是红瑶女子最美丽的嫁妆，更寄托着妈妈对女儿最深沉的爱。大爷一边炒菜，一边将铲子伸向了锅底，在铲出一块锅灰后，直接将其扔进锅里翻炒。眼前这令人迷惑的操作，其实是湖南新宁锅灰猪肝的制作过程。在当地，锅灰和猪肝的搭配堪比德芙和下雨天。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，提起一块猪肝，直接在锅底来回摩擦，等猪肝的表面全部涂满锅灰后，进行盐焗或者炭烤。不过，这种网红吃法其实并不好吃，当地人也很少这么做。正宗锅灰猪肝的做法非常简单，做菜前先刮灰，刮好以后还要放到碗里用纱布过滤，再选取上好的肥猪肝，过清水洗净后，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，保证猪肝能够均匀受热和入味。炒的时候，在锅里放入1勺猪油，大火爆炒，等到熟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再放入1勺关键的锅灰，然后翻炒均匀。这样炒出来的猪肝才是新宁正宗的锅灰猪肝。锅灰猪肝最早起源于新宁县的一些农村地区，以前缺少食物，村民们长期从事体力劳动，营养却跟不上，家里就会制作这道菜补补身体。据说老人们吃了清肝明目，有降火降血压的作用。不过制作锅灰猪肝的锅灰可不是随便什么锅灰都可以的，这种锅灰名为百草霜，是由农村各种野草、农作物精肝燃烧产生的，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。它在4生本草中又名为辅其末，有着生津止血等作用。虽然做法和卖相看起来有些重口味，但是它却是一道美味健康的美食。以前人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制作了这道锅灰猪肝，虽然如今不再缺乏食物，但随着新宁民俗文化的推广，锅灰猪肝这一农家特色菜知名度越来越高，已成为湖南特色美食之一，深受游客们的青睐。最后，你想尝尝用锅灰做的菜吗？男人将铁链拴在10几只山羊的脖子上，然后骑着骆驼强行把山羊拽进水里。不要误会，这不是在虐待动物，而是塔吉克游牧民迁徙的过程。尽管千万分的小心，但还是有一只山羊溺水了。男人尝试用热沙子覆盖山羊的身体，把羊耳朵里的水吹干，但一番努力依旧无济于事。男人是居住在新疆帕米尔高原的达乌提一家，他们生活在海拔7546米的穆什塔格峰下，这里人迹罕至，空气稀薄，氧气浓度只有平原的60%，而距离最近的县城足有100公里的路程。300多只羊是全家人生活的全部来源。每年的8月，这里就会下雪。为了让牛羊能够度过严寒的冬季，达乌提一家就必须要带领羊群迁往到低海拔的冬季牧场。不过，迁徙对全家人来说是一段穿山越岭的艰险旅途。达乌提父母年事已高，此次的行程长达100多公里，一走就是半年的时间才能回来。他们经不起这样的风餐露宿，只能在这里等待孩子们归来。对此，老人们非常的不舍得孩子。迫于生活的无奈，达乌提带着孩子们赶着300多只羊，踏上艰难的迁徙之路。如果遇到湍急的小河，达乌提会先背着小孙子过河，然后用树枝和石头搭建一个简易桥梁，再让羊群过河。但是如果要过宽阔的大河，只能用铁链拴着山羊的脖子，串成一串，用骆驼将它们一起慢慢拉到河对岸。因为山羊生性怕水，这种方法虽然粗暴，但非常有效。达乌提拍打骆驼，尽量让羊群快速过河，否则羊儿就会有溺水的风险。达乌提一家每天行进10几公里，每当夜晚时，他们就用树枝搭建一个临时的围栏保护羊群，而一家人则席地露宿，白天则爬起来继续赶路。10天后，
他们来到一段长达5000米的陡峭山路，山上的积雪碎石犬牙交错，将近40度的坡度，骆驼已经爬不上去，只有牦牛才能适应这登天之路。恶劣的天气和稀薄的空气，这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。小孙女被石头卡住了脚，也只能哭泣着向上爬，而小孙子则被达乌提默默地背在了背上。2天后，一家人终于到达了生机勃勃的冬季牧场，他们将在这度过漫长的冬季，并在来年春天返回帕米尔高原。原来古人的口红是用蚕茧做的，这种口红又叫胭脂花片。尽管只有一张薄薄的红纸，其效果却不输大牌化妆品。这种口红你不仅见不到，还买不到，是只有皇亲贵族和大户人家才能用得起的奢侈品。接下来建议喜欢穿越的朋友认真看完，穿越回古代，你也能富甲一方。胭脂花片的制作并不复杂，首先将蚕宝宝的茧收集起来，轻轻拨开表面的浮毛，然后将蚕茧放入水中煮开，煮软后挑出几根蚕丝，反复在镂空的框架上缠绕数千次。由于蚕丝细长柔软，在缠绕过程中非常容易断裂，所以手法一定要轻柔。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蚕茧的用处，将其抽出来的细线不仅可以用来做被子、做衣服，因轻薄又吸水的特性，所以是制作胭脂花片的最佳材料。接下来把收集好的蚕丝放入清水中，然后加入植物胶混合均匀，将其静置在通风处阴干，就得到了一张蚕丝纸。接着把它裁剪成合适的大小，一张轻薄透气的口红纸就做好了。在唐代以前，口红的花色主要由朱砂合成，后来人们发现红色花朵的汁液比朱砂更安全更方便，尤其以玫瑰花中的天然色素为最佳。将花瓣洗净后，加入一点柠檬汁，杵锤出鲜艳的红色花汁后，倒入沙袋，挤出玫瑰汁，然后用小火慢熬，待其浓缩成黑里透红，就可以倒出晾凉备用了。现在把做好的蚕丝口红纸放进玫瑰汁中，用夹子按压，使其完全浸泡上色。蚕丝纸吸水性非常好，一张纸能够容纳很多颜料。等蚕丝纸完全上色晾干后，用笔刷反复上色3至5遍，收齐放入盒子里就可以使用了。使用时鲜润唇会更上色，效果虽然没有现代口红那么艳丽，但颜色却更加自然，而且更加耐用。一张蚕丝纸做出的胭脂花片用1年也用不完。那么你觉得这样的口红纸在古代卖多少银子合适呢？剧毒的水银加上一杯新鲜童子尿，竟摇身一变成了可以吃的救命良药。它就是藏药传承1000年的左肽，因其是生产各种名贵藏药的药引子，所以又被誉为众药之王，更被藏族人视为千金不换的救命良药。不过左肽的炮制方法非常危险和神秘，全国仅有不到10人能够熟练掌握它的制作技巧。85岁的国医大师尼玛就是其中之一。首先第一步，尼玛使用即将失传的水银洗炼法，让水银从活跃的液体变成稳定的固体。这个过程只能人工徒手清洗，虽然带有手套，但如果稍有不慎，剧毒的水银就会对人体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清洗后的水银经过40天的炮制，就变成需要入药的水银灰了。接下来把金银铜铁等8种金属慢慢捶打成薄片，然后将它们放入清喝水中煮沸。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加入一杯新鲜的童子尿，它可以去除金属中的毒性和杂质。反复持续1天的熬煮后，每片金属表面出现了一层黑色物质，这是童子尿发挥的关键作用。现在把煮过的金属擦干净，将其裁剪成3厘米的方片，就得到了纯净的金属。现在把金属片和木炭一层一层堆叠在干锅中，开始为期40天的煅烧。经过高温的催化，原本坚硬的金属就会变得十分脆弱，用手就可以轻轻掰开，这样就能轻易将其研磨成细粉了。接下来将金属粉末与水银灰按照比例混合在一起，被称为藏药之王的左肽就制作完成了。但是左肽是否合格入药，这需要尼玛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检验。将左肽放入清水中，如果左肽中含有比水重的水银，那么左肽就会沉到水里，就证明炮制失败了。相反则成功。看着漂浮在水面上的左肽，尼玛将其放在舌头上，向众人展示左肽的安全性。中国科学研究院给出的报告同样也能证明左肽的安全性。然而左肽并不适合直接食用，而是作为辅料添加到其他藏药当中。此外，关于左肽的疗效以及治病的原理，至今仍是个谜。最后，你敢吃吗？男人将几只活蹦乱跳的螃蟹扔进火堆中，螃蟹还没来得及逃跑，就已经散发出诱人的焦香。将其从炭火中捞出来，不用清洗，撒上点盐，就可直接塞入嘴中，一口下去酥脆软糯，还有一股山林的清香。男人是住在阿瓦山的佤族人，在这里生活的人很少去城镇买菜，他们一直秉承着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自然法则。
为了迎接今晚的宾客，他背上孙女前往深山开始进货。他们来到一处小溪边，轻轻翻开一块石头，几只山螃蟹就窜了出来。这种螃蟹只有硬币大小，通体呈灰褐色，因为个头小，如果不动的话，很难发现它们。孙女灵巧地将螃蟹拾起，迅速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竹筒中。尽管螃蟹已经开足了马力，可依然逃不出他们的五指山。螃蟹在进入竹篓之前，孙女还要拿起来玩一玩。进山采货的过程在此刻像极了一场亲子游戏。虽然山螃蟹个头很小，但它们的繁殖能力却很恐怖。尤其这里的环境山清水秀，没有污染，随便翻动一块石头，下面就藏着它们的7大湖8大鱼。阿瓦山还有一种隐藏在竹林中的美味。男人对着眼前的竹子指指点点一阵研究，他可不是想吃竹笋，而是掏出大刀向竹子砍去。只见里面露出了几只可爱的身影，这是竹虫，它们在竹节里吸吮竹子的汁水，一个个长得白胖肥美。在佤族人眼中，竹虫是富含高蛋白的美味，3两节的竹虫就可以做一盘菜了。烧螃蟹用的火来自佤族人家中的火塘，这个火塘终年不灭，只有在每年的1月份，佤族人才会熄灭火塘来祭拜火神，之后重新点火，日复一日地燃烧着。山螃蟹不仅可以烧，还可以油炸，高热的油温激发出螃蟹特有的鲜甜。据说最开始石山螃蟹被佤族人拿来入药，它对于跌打损伤有着极佳的疗效。可谁曾想这治病的药材竟然如此美味，山螃蟹也就慢慢被搬上了餐桌。到了晚上，宾客们如约而至，油炸螃蟹也上了桌，为佤族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香气。餐桌上的一张张宽大新鲜的芭蕉叶就是佤族人的餐盘，而直接用手抓饭更是这里独特的传统习俗。勤劳的佤族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，在繁华喧嚣的现代生活中坚守着原始的独家味道。